的生命就像一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，这是萨提亚提出的一个极为形象的比喻。我们日常所看到的、所感知到的，往往只是冰山的一小部分，那些表面上显露出来的行为和应对方式。然而，在这表象之下，隐藏着更为庞大和深刻的内在世界，这是我们经常忽视的部分。冰山之下，蕴藏着人的渴望、期待、观点与感受，那些构成了我们真正的自我。生命的意义就在于，我们是否能够看见并理解这一内在世界，是否能与之和谐共处。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，行为和应对方式是我们与世界互动的直接表现。有人愤怒地咒骂，有人开心地数钱，有人安静地读书，这些都是外在的行为，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。然而，这些行为背后是更为复杂和深邃的内在世界。当我们选择如何回应外界的刺激时，其实是在用自己的内在去影响外在。我们可能会选择接受自己的感受，也可能会选择隐藏或防卫。如果我们采取后者，这通常会表现为一种应激反应。在人际互动中，如果我们无法与自己的感受达成一致，往往就会使用不一致的沟通方式来保护自己。这种不一致的沟通方式可能表现为指责、讨好、超理智或打岔等行为，这些都是为了维护我们的自我价值感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处境，并且能够在回应时兼顾自我、他人和情境三个因素，我们就能够做到一致性回应，而不是仅仅是反应。这种一致性回应意味着我们不仅是在与外界互动，更是在与自己的内在对话，找到一种平衡和和谐。我们的内心感受是内在心理反应的体现，它们无形却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内在世界。当我们看到一群大雁飞过时，内心可能会泛起一阵怅然若失的淡淡忧愁，也可能会感到惊喜，或者因为漂泊异乡而产生深切的悲痛。这些感受是内在世界的体现，是我们对外界刺激的回应。然而，这些感受背后往往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，那就是我们的想法、信念和价值观系统。每一个想法都是制造感受的幕后推手。比如，当我们看到大雁时感到悲痛，可能是因为我们内在有着我应该属于祖国的信念，或者人老了就应该回到故土的想法。看到大雁感到开心，可能是因为我们认为大雁原来是这么美丽的呀，或者大雁真是好团队的典范啊。这些想法背后是我们对生活的理解，是我们信念系统的体现。观点是基于我们对现状和过去经验的结合，它不仅仅是根据此刻所见所闻的事实，也是受到我们的信念与价值观、期待与渴望的影响。例如，一个小孩可能会因为父母不曾拥抱他，而认为自己不被爱，或者不值得爱。或者当他发现学校里的同学对他不好，欺负他时，他可能会认为自己很笨，或者不受欢迎。这些解释不仅影响了他的自我价值感，也影响了他对自己的看法与感受。在冰山隐喻中，期待是一种更为具体的需求。例如，我需要回到家乡，或者我需要在事业上尽快有所成就。这些期待是我们对未来的期望，是我们希望通过外在的努力来满足内在的需求。而更为深层次的是我们的渴望，这些渴望往往是共性的需求与期待，如需要被爱、接纳、理解、安全、赞美、肯定、尊重与重视等。这些是我们在人类成长过程中，特别是在童年时期，从父母那里渴求的心理营养。这些渴望构成了我们内在世界的重要部分，也是我们行为的深层动因。一个人如果能够接触到内在冰山的每一个层次，并且能够在这些层次之间找到平衡，他的生命力就会得到充分的释放。所谓的生命力是一种生命的真实状态，是我们在情感上完全活在当下的表现，能够在自我、他人和情境之间找到和谐，能够让生命力根据自然状态下不断成长。这种状态下的内心充满了喜乐与意义感，同时也能很顺畅地和他人链接，
共同体验到生命的美好。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模型，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生活中的例子来进行解析。比如说，一个人上班时发现自己的电脑被打开了，桌面上放着一些陌生的文件。这时他内心顿时感到愤怒，并大声地质问：谁动了我的电脑？这个愤怒的感受是他的内心反应，而这个行为则是他的外在表现。深入来看，他的内在想法可能是：在没有经过我的许可，任何人都不得打开我的电脑操作，因为我个人必须对电脑中所有公司机密负责任。这样的想法表现出他对自我价值感的维护，而他的期待则是：如果有人要用我的电脑，必须事先得到我的许可。这种期待是基于他的内在需求，希望在工作环境中感觉到被尊重，进而获得一种安全感。而在他发现电脑被人打开的那一刻，他的自我价值感受到了冲击，生命力也因此受到了影响。再举一个例子，丈夫下班回家，兴冲冲地告诉妻子：老婆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，我升职加薪了，怎么样？这个行为背后是丈夫内心的兴奋和开心，他的内在想法可能是：升职意味着我事业的进步，我能力的体现。他的期待是：我要和家人分享这一喜悦，让他们也高兴。而他的渴望则是渴望得到家人的认可和赞美。在这一刻，丈夫的内在冰山表现出一种高能量的状态，自我价值感也得到了迅速提升。然而，丈夫的这种期待能否得到满足，却取决于妻子的反应。如果妻子能够感受到丈夫内在冰山的渴望，并给予积极的回应，例如对丈夫的成就表示赞美和认同，那么这段关系就会更加亲密，家庭也会更加和谐。但如果妻子没有意识到丈夫的内在冰山，或者选择忽视，那么这种期待就不会得到满足。妻子可能会表现出冷淡的态度，甚至用冷嘲热讽的方式回应丈夫，最终导致关系的恶化。通过萨提亚的一致性沟通理论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任何冲突都是两座冰山的剧烈撞击，而所有的亲密关系则是两座冰山的和谐共舞的结果。在沟通中，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兼顾到自我、他人和环境三者的整体平衡，能否在感受、想法、期待和渴望之间找到一种和谐。这种沟通方式不仅能让双方感受到友好和接纳，还能为彼此的关系注入更多的爱和尊重。例如，当妻子听到丈夫分享升职加薪的消息时，可以这样回应：老公，当我听到你告诉我们这样好的消息时，我真的很为你高兴，也为你能够第一时间和我们分享而感到欣慰。相信爸爸妈妈听到你事业的进步也会为你而骄傲。同时，我还希望您能多肯定我，因为您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，您的肯定会让我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。如果能够这样，我们的关系会比现在更好，我们会更幸福。这样的回应不仅是对丈夫的期待和渴望的肯定，也是对妻子自己内在渴望的表达。通过这样的沟通，我们可以看到萨提亚一致性沟通理论的力量，它帮助无数人化解了无数的冲突，维系了无数值得维系的关系。这种沟通方式不仅适用于家庭关系，也适用于职场和各种人际关系。在现代社会中，能够用这种方式与他人沟通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能力。这种能力不仅能帮助我们维系良好的关系，还能帮助我们在工作中赢得同事和合作伙伴的心，让大家能够求同存异，凝聚在一起，共同完成一番事业。冰山隐喻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学模型，更是一种生活智慧。它提醒我们，生活中的每一个行为，每一个选择背后都有着深层次的内在动因。只有当我们能够看到并理解这些动因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自己，理解他人。通过与内在世界的对话，我们可以更好地驾驭生命的航船，在人生的海洋中稳步前行。萨提亚的冰山隐喻让我们看到了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内在，让我们有机会走进自我的内心，找到真正的自我，
进而与世界达成和谐共舞的状态。这种和谐不仅是内心的平静，更是生命力的迸发和成长。在这一过程中，觉察练习是不可或缺的。觉察不仅仅是对自我内在的觉察，也包括对他人的觉察。只有通过不断的觉察，我们才能看见那些隐藏在冰山之下的部分，才能理解那些深层次的渴望、期待和感受。而这种理解正是我们成长和改变的起点。觉察练习需要时间和耐心，就像一种修炼。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对自己和他人的内在冰山进行觉察，逐步建立起对自我内在的敏锐感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挑战，比如对内在感受的抗拒，或者对深层渴望的恐惧。但这些挑战正是我们成长的机会。当我们能够克服这些挑战，真正接触到内在世界的每一个层次，我们的生命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。我们的行为将不再只是表面的反应，而是从内在世界深处迸发出的真实表达。我们的应对方式也将更加一致，能够兼顾到自我、他人和环境的整体平衡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我们不仅能更好地与他人沟通，也能更好地与自己对话，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和谐。萨提亚一致性沟通理论不仅仅是一个沟通工具，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，一种生命哲学。它帮助我们看到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动因，帮助我们理解自己和他人，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和谐。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变化的世界里，这种生活态度尤为重要。当我们能够真正理解萨提亚的一致性沟通理论，并将其运用到生活中，我们的生命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。我们将会更好地理解自己，更好地理解他人，进而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满足。这种幸福不是外在的成功或财富，而是内心的平静与和谐，是生命力的充分释放与成长。感谢大家静心观看这段视频，希望你能从中获得平静和启发。请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了。请分享这个视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更多人一起加入我们的修心之旅。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，愿你每一天都充满宁静与喜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